好，我们今天来解LeetCode 的第2551题，所谓的 Put Marbles in Bags。那我们所采用的方式当然就是用贪婪演算法了啊。这边当然必须要说的 ，Marbles 到底是弹珠还是大理石，还是其他宝石之类的东西啊？这个当然在我们的题目里面不是很重要啊。基本上就是把这些 marbles 直接放在袋子里面。好，好，我们先看到题目哈，题目所相关的这边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难题。这边它也给一个数字叫 k，k 是我们的袋子的个数。那有一个阵列叫 weights。weights 在第一个就是它那个我们讲弹珠好了，弹珠的一个重量。好，那我们要把这些弹珠放在这 K 个袋子里面。好 ，K 个袋子里面它没有一个袋子是空的。好，假设呢，第二个条件是说，第 K 个弹珠到第 J 个弹珠，如果这第 I 个跟第 J 个都在这个袋子里面，然后当中所有的通通都会在这个同一个袋子里面哈。所以假设是第 I 个，这第 J 个中间不管是 I 加1、I 加2，一直到 J， 通通都是在这个袋子里面。好，它装到的袋子里面，它有一个叫做所谓的 cost。那所谓的 cost，它的计算方式就是首尾的和，基本上就是它的首尾重量的和。这个当然就是蛮关键的资讯。所谓的 score 就是这些所有的 cost 的总和，所以我们知道它基本上它是一个 sigma 的一个形态。好，然后我们要求的一个问题是最大的 score 跟最小的 score 的差。difference 这个大概的题目蛮长的，我们把它做一些简单的中文的翻译。好，中文的说明应该是很清楚啦。score 减掉最小的 score，所以这是他要求的一个答案。好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要怎么样的翻译成我们所能理解的方式。当然，一种方式就是用数学去描述。如果数学能够描述的清楚，那原则上它离程式或者演算的一个过程就比较不是那么远。所以很重要就是你要会切割切割的话，我们比方说我们有一个 partition P， 用大写 P 来代表，那它这边就是所谓的切割点那因为你要有 K 个袋子，所以原则上你当中你要最多，不是最多，就刚刚好，你要切 K 减1次那这是让它一个切割。那我们相关的题目要怎么去了解呢？那我们这边呢，当然就是把它写成数学式。我们知道它 score 在这样的一个切割 P 这样一个切割下，基本上呢，它就是每个袋子首尾的和，第0袋当然是从0嘛 ，weights 0到它结束的那个 weights 的和。那一直加到最后呢，最后的应该是weights 里面的 K
k 减2再加1这个 index， 然后再加上最后一个。那我们其实呢，只要把这个式子呢，将它的刮弧呢，把它改一个方向啊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刮嘛，这样刮，好，这个跟在前一个刮，所以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公式，所以 weights 第0再加上 weights 在第 n 减1再加上这个部分。所以我们关心的是这个东西。好，切割 pi 是多少？当然看你怎么切割。好，这个我们先将题目将它改写成数学式，然后重点就是接下来你要考虑它一些问题嘛。所以它的重点就是在于 weights 第 i 个跟 weights 第 i 加1个的和啊，也就是它切割的那个部分嘛，切割的前面那个切割的最后一个，还有再一次切割的开头的这两个和。好，那因为你最后要求答案是算最大的 score 扣掉最小的 score。所以因为是算 difference 算差，所以你 weights 0跟 weights n 减1呢，它基本上啊，它都是在那边啊，不管你怎么切割，都是在那个地方，所以这个是可以忽略的。好，那我们看看你有哪些事情我们要注意的。最多就是 n 减1个切割啊，你要切着，因为你总共有n 个弹珠嘛 ，n 颗弹珠嘛，所以你可以切割，最多可以切割这么多次嘛。那我们要去找它的这样的分数的 scores 的最大值跟最小值啊，基本上呢，我们其实就针对这个 partitions i 啊，我们可以用一个阵列去装。或者用 heaps 去装，用阵列去装好之后呢，我们再去做排序，因为它的要求是 k 个袋子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数字就蛮重要的。那我们在这里，要不然你用排序的方式，要不然就直接用 heap 的方式。基本上我们大概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就把它解出来了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程式的实作啊，我们先看 Python 版Python 版确实很简单。那我们在这边在这里程式的第3行部分这是我们的 n 那个阵列的一个长度。那我们先处理所谓的一般的所谓的 H case 那当它的 n 是小于等于2，或者是n 等于切割的带子的次数带子次数是 k 如果这两个如果其中一个成立的话，它的差当然是0。好，这没有问题。然后重点是你有 n 减1个切割，那一开始都是0。然后我们这边用一个回圈 i 从0到 n 减2，我们去计算它每次切割的它所谓的一个的应该的那个 score 的一个个别的你要相加那个 turn 的量。好，再来就是排序。好，排序排完了，那你最大的 k 减1个，当然就是后面的 k 减1个。那最小的呢，当然就是前面的 k 减1个，然后两个一相减就是我们的答案。所以这个
Python 版真的很容易。好，一样我们也可以用 C++ 将这个改写。好，那我们在 C++ 这边所展示的是用所谓的 heap 的方式实际上来讲，应该是在 C++ 里面的叫做 priority queue， 所谓的优先处列的一个方式来去做。那原则上，我们需要的是有两个优先处列，一个是 max heap， 另外一个是 minimum heap。那 maximum heap 呢，它会把最大的放在最上面top。那我们原则上，因为它是要选我们要选 k-1 个切割所以这边应该是改成，如果你的数字是 k-1 的话。如果是超过 k-1 的话，我们就将它这里最大的，我们把它 pop 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用 maximum heap 最后所得到的那还留在那 heap 当中的，当然是我们那个 score 里面最小值。好，那用 minimum heap 的话呢，它的情况呢，就会把最小的放在它的一个顶端，放在它的 top。所以当它超过 k-1 个的话，我们就做 pop 动作，它就把它最小的就把它 pop 出来了。所以在最后里面是有 k-1 个的情况下呢，当然在这里当然就是我们的最大的 score 当然是用的是 minimum heap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千万不要弄错。好，那所以我们看透过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我们的 C++ 程式撰写就稍微比较长一点。好，前面当然我们也是做一些处理。好，那这里面呢，我们的 maximum heap 我们是用 priority queue 里面，我们当然它的预设它的排序是用 less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放 maximum heap。我们 minimum heap 的话，它这边的排序呢，它自己就要用到 greater 所以这边要稍微留意一下。那前面 k-1 个这个我们都不需要做任何的一个比对，我们就直接将我们所算出来的 partition 直接就放在这两个 heap 里面就可以了。所以这边的情况算是比较容易的。好，那当然我们相关的最大的 score 的分数，当然是就直接将 partition 将它加到里面。那 minimum 的部分，它的 score 也实际上在前面 k-1 个的情况其实跟 maximum 的情况是相同的。好，接下来后面的情况，我们这边就要考虑，因为在后面的部分，我们只要去 push 任何一个 partition， 它的 heap 的个数呢，它就会超过 k-1这个时候你就要做 pop 的动作。好，我们 push 一个，然后再 pop 出来。那我们这里面呢，要 pop 出来的东西，当然就是在还没 pop 之前，它会在 top 所以我们就将它扣掉。好，那这边有关于 minimum 的 score 跟 maximum score， 我们都做如是的一个处理。好，最后呢，这两个一相减，我们就得到我们的答案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C++ 在这边，我们透过priority queue 的方式呢，去来实做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在 LeetCode 上面的一个实际执行的一个情况。好，我们在LeetCode 上面，我们这边的解答放在这边的解答是
C++ 的啊，我们这边采用是优先处理的方式。好，那我们在这里然后我们这边多一个 test case， 好，这个在我们操作上会比较知道它真正的对错。好，这个跟我们刚刚简报的做法是完全一致的。好，那我们让它执行一下。好，所以这个是 OK 的。好，那 OK 它的 output 确实是289，跟它所期望的也是相同的。好，那我们这边要将它回复到上次我们 submit 的一个 code。啊，所以我们这边所 submit 的之前所 submit 的 code 啊，C++ 部分我们是采用排序的方式，好，排序的方式。那在这边呢，我们当然就是用到 accumulate 好这样的方式，我们就省去采用回圈的方式去撰写啊，当然也可以用回圈去撰写了。那我们也让它执行，好，基本上也是 OK 好。那我们接下来看有关 Python 的部分。Python 部分，我目前也只有针对排序的方式去实作。好，那我们执行一下。好，所以 OK 我们这边特别要强调的我们采用优先处理的方式呢，它的执行时间稍微比较久一点。虽然在理论上它应该是要比较快实际情况当然是会有一些差异。好，那我们有关于这部分的讨论呢，我们就先进行到此。好。